又到了接近賽季末的時候，許多功勳球員在這種時候總會給我們留下傷感，因為他們即將離開自己熟悉的球隊。今天利物浦官方宣布，傳奇邊後衛羅伯遜在今年夏天合同到期後也會離隊。2017年，羅伯遜從赫爾城加盟，自那以後在利物浦贏得了2次英超冠軍、1次歐冠、1次足總杯冠軍和2次聯賽杯冠軍。此外還有世俱杯、歐洲超級杯、社區盾杯，這是讓紅軍球迷們眼看着扎叔克洛普一手搭建起來的陣容慢慢一個一個離開，心裡面滿是惆悵啊，就像歌詞唱的，相聚離開都有時候，沒有什麼會永垂不朽。那麼現在大家都開始猜測他的下一站。1月份的時候，托特納姆熱刺曾經試圖以400萬英鎊簽下他，現在也會再次考慮免簽。上個月3月11日，羅伯遜迎來了自己的32歲生日。在生日前夕，他接受媒體採訪還談到了自己拒絕熱刺在1月份的求購，選擇留在利物浦是球員自己做出的決定。而且羅伯遜堅持有關未來的談判都將私下進行，直到最終方案確定。羅伯遜說，顯然確實有球隊在冬天對我感興趣，2家俱樂部之間也有過溝通，但我從未有過半點不忠誠，最終決定是我想要留下。過去8年半快9年的時間裡，我一直全心全意為利物浦效力，未來也会如此，直到俱樂部不再需要我，這一直是我的心態。利物浦這家俱樂部給了我一切，我也付出了我的全部。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棒，希望能繼續下去。1月份的事情已經過去，現在我們要向前看。就像我說的，我的注意力始終沒有離開球場，沒有離開訓練，沒有離開幫助隊友。希望賽季結束的時候，我們都能帶着笑容，這也是我們利物浦正在努力的方向。那麼前段時間，當利物浦官方宣布薩拉赫將在本賽季結束離隊的時候羅伯遜在社媒上曬了合照，告別薩拉赫，稱他是最偉大的存在，無與倫比。而今天羅伯遜離開的消息傳出來，薩拉赫也立刻發表了個人社媒，寫道，看到這些照片，看到我們之間的情誼，我幾乎覺得自己或許可以什麼都不說，就這樣讓你離開。能夠成為你的隊友，你的朋友是一種榮幸，你贏得了一切，而你將以傳奇的身份離開。我相信我們一定還會再見的。薩拉赫和羅伯遜是當年一起來的，他們共同留下了美好的9年，現在又一起離開，這也是一段利物浦的佳話。所以有時候世界上最殘酷的一句話就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羅伯遜今天更新了自己的社媒，用自己的文字向心中的利物浦球迷們告別。他寫道，向利物浦这家俱樂部和球迷告別，將會是我人生中最艱難的事情之一。但那些告別、回顧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自有它該到來的時候。那會是在5月，在那之前一切如常。我會付出一切，每一天都是如此，直到最後一聲中場哨響起。羅伯遜之所以要走還是因為老將雄心壯志。他想要打首發，但紅軍利物浦滿足不了，所以最終以自由身離隊也是對各方來說最合理的選擇。朋友們，老規矩，老 K 的視頻建議每個好朋友盡量都能看完，因為最後總有福利。那麼喜歡的話，歡迎大家訂閱，也感謝您的點讚、熱推、評論和分享。咱們繼續。利物浦在歐冠1/4決賽首戰就0-2輸給了大巴黎，現在前景是一片暗淡。但傳出消息，芬威體育集團仍然認為，儘管球隊又輸球了，可斯洛特仍然會在下賽季執掌這家俱樂部。說實話，他這麼說，老 K 還真有點不信。但有一點，本賽季結束前，斯洛特肯定不會被換帥，一切都要等到夏天再說吧。俱樂部內部，尤其是芬威集團認為，現在利物浦表現不佳，有一定的可解釋因素。包括若塔的去世对赛季初队員的情緒造成了影響等等，還有這個時代的核心球員狀態下滑也非常明顯，尤其是薩拉赫，也包括隊長范戴克。范戴克在周3晚承認，對許多球員來說，這已經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羅伯遜也將在今年夏天合同到期後離隊。主教練斯洛特也承認，在1/4決賽對陣大巴黎的比賽中，利物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處於求生模式。但俱樂部仍然支持他，認為斯洛特配得上執教到下賽季開始。雖然斯洛特也被認為犯過錯誤，但俱樂部認為他應該至少獲得4個轉會窗口的機會以後再做評估。現在利物浦方面估算在斯洛特執教期間淨投入大概是 1.5 億英鎊雖然去年夏天總支出是超過了 4.5 億英鎊，但是有支出也有收入嘛，抵扣之後大概淨投入 1.5 億英鎊。而克洛普当年也是經歷了5個轉會窗口才贏得了利物浦2019年的歐冠。
所以斯洛特即使不如克洛普，那麼也要至少給他4個轉會窗口，這是分威體育集團的邏輯。另外，斯洛特的合同包括體育總監理查德·休斯，還有足球 CEO 愛德華茲的合同啊，這3個人的合同都是到下賽季結束，同一時間結束。後2位高管原本就計劃只在利物浦任職3年。那麼主教練斯洛特現在已經開始完全參與今年夏天利物浦的引援計劃，雖然局勢可能影響他最後的具體執行。那麼利物浦已經和雷恩隊達成了協議，將以5500萬英鎊簽下後衛傑雷米·亞凱。至於傳言中的阿隆索是否對利物浦的帥位感興趣，目前仍不明確。當年阿隆索不願意在克洛普之後接手利物浦，他當时選擇留在勒沃庫森，並在1個賽季以後轉投皇馬，這與當時斯洛特主動迎接挑戰形成鮮明對比，所以這一點至今仍影響着利物浦俱樂部的判斷。所以老 K 倒是很佩服，分威集团真是有大将之风，怎麼輸球打得如此難看，他們也不在乎，只是不知道最後到底是好是壞。現在的利物浦和利物浦球迷越來越像過去幾年的曼聯和曼聯球迷的感覺。同樣的2個荷蘭光頭斯洛特和滕哈格，曼聯是一再的支持滕哈格，扔了那麼多錢，最後都打了水漂。現在利物浦在光頭斯洛特上會不會走同樣的路呢？好的，那麼隨着薩拉赫和羅伯遜即將離隊，利物浦在2019年歐冠決賽的首發僅剩2人，後衛范戴克，門將阿里松。說真的，要不是利物浦現在後防線實在缺人，其實隊長范戴克也該走了，去沙特賺幾年錢吧。本賽季范戴克確實表現不佳，只不過薩拉赫成為了最背鍋的一個，每次范戴克總能逃過指責，可他犯錯的比賽確實太多了。而33歲身高1.91米的巴西门將阿里松，最近也有關於他跟尤文圖斯的緋聞，說阿里松願意在今年夏天加盟尤文圖斯，斑馬軍團正和阿里松的經紀人就一份為期3年的合同進行談判。那麼3年之後，阿里松已經36歲了，所以意甲的尤文图斯 AC 米蘭在對老將養老這一塊確實捨得投入，這是利物浦比不了的。對了，另外昨天0-2輸給大巴黎之後著名評論員卡拉格將矛頭對準了队內的多名球員，包括批評了埃基蒂克、伊薩克、維尔茨和科納特。這其中老 K 最贊成的就是對科納特的批評。在咱們的節目把科納特拿在火上烤也不是第一次了，從去年到今年有一段時間科納特曾經有過短暫的表現好的時候，可是這家伙最大的問題是忠誠度不夠。無論利物浦怎麼用高薪合同表達誠意，而且那邊皇馬也不要他，但科納特就是不接招，這擺明了要走的態度也影響了他在賽場上的表現，總感覺不盡力。那麼卡拉格是這麼說的：昨天斯洛特排出的5後衛完全錯了，實際上5後衛比4後衛還要更暴露，因為他們在全場人盯人，你的3名中後衛需要覆蓋整個球場的寬度。看看范戴克在3個中後衛中間那個位置，通常到了某個年齡，你會覺得踢3中衛的中間位置很理想，大家都在位置上還能得到一些保護。但這一次不一樣，後衛們要前頂到中場，沒有人可盯。34歲的范戴克不得不跑到中場去，還要橫向補位，可他做不到。有人批評范戴克這賽季的表現，但我覺得那有點苛刻了。我認為范戴克每場都在踢，而他身邊那個家伙科納特整個賽季都很糟糕。今晚科納特又不行了，每一場都犯錯，跟科納特搭檔可不容易。所以我仍然覺得范戴克是利物浦表現较好的球员之一。但這次在這種3中衛體系裡，我生平從沒有見過范戴克穿着利物浦球衣是如此的不舒服。我覺得他會懇求斯洛特再也不要踢這個陣型了吧，因為范戴克覺得太難了。聽着，对於范戴克我想說他在場上一直是一位真正的領袖，在我看來在场下他也是真正的領袖。當利物浦表現不佳的時候，球迷們會稍微質疑范戴克的场上領導力，當球隊不贏球的時候總會這樣，總會有人被指指點點。但對我來說，范戴克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隊長，一位了不起的利物浦球员，他總是站出來說話，我尊重這一點，因為現在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這樣做。我在赛季初就說過，現在情況也沒有變，你現在看到的利物浦有很多不同的問题，但你正在看着3位歷史級的球员。门将阿里松他一直有傷，現在的傷更多了，他已经不是以前那個门将了。范戴克我們也都知道，他也不太一樣了，34歲了，誰能一樣呢？薩拉赫也一樣，33歲的攻擊手，誰能保持不變呢？但我永遠不會批評那些傳奇球員，他們為俱樂部付出了太多，也帶着其他球員向前走。這不是在批評其他球員，因為就像亨利在阿森納時那樣，你總會有4-5個頂級球員帶着剩下的人一起踢球。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薩拉赫和范戴克，上賽季他們超凡脫俗，扛着利物浦拿了聯賽冠軍。如今他們已經不是同樣的球員了，而其他人又不夠好，頂不上來。然後你還引進了新球員，我認為這些新球員其實躲過了不少批評，因為人們總說他們是新援，還在適應。像埃基蒂克這一天的表現真的很差，我賽前就說過，維爾茨和伊薩克也一樣，他們要成為利物浦的頂級攻擊手。你需要有球的時候足夠自信，沒有球的時候足夠謙遜。他們在無球的時候不夠謙遜，做得不夠，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踢利物浦對手會非常容易。3位傳奇球員接近自己的職業生涯末期，新的球員來了卻不太清楚現在為利物浦踢球到底需要做什麼。替補上場的伊薩克、埃基蒂克還有维爾茨，他們需要做的多得多。你現在对维爾茨最好的描述是他的身價 1.25 億英鎊，卻踢球倒是乾乾淨淨。好吧，利物浦就像過去的曼聯一樣，或者說也像上賽季的曼城一樣，正在進入一個轉型期、重建階段。可曼城不同，他們有數不清的錢，每個轉會窗口都在買最好的球員。今年夏天他們還會盯緊了安德森，但曼聯和利物浦確實在轉會市场的投入不能跟曼城相比，所以船大難掉頭，像這樣的豪門重建往往會經歷3年5年，有時候超過10年，就像阿森納，就像曼聯。我們只希望這一次利物浦不要用那麼長的時間。說真的，有時候既要看俱樂部操盤者，特別是體育總監轉會窗口的眼力見，另一方面也要看運氣。像即將要走的羅伯遜，他來利物浦只花了800萬英鎊這可能是史上最划算的800萬英鎊的轉會之一。800萬英鎊用了9年，羅伯遜斬獲了13個進球和9座冠軍獎杯。這種故事正是現在新一代的利物浦重建最需要的。好，關鍵時候，今天羅馬諾說利物浦和科納特接近達成續約協議，雙方的談判十分順利。但是對於科納特這樣的重量級球員，不到落筆簽字的最後一刻，一切都有可能發生變數。但現在科納特的薪水已經基本談妥，合同年限仍然在商議，還有部分細節需要明確。儘管有報道稱皇馬今年夏天可能會重啟對科納特的追逐，但目前領跑科納特爭奪戰最有希望下賽季繼續留住他的依然是利物浦。一句話，這要是真的才好。就像上賽季拜仁的基米希，如果科納特26歲他真要留下，我們一定會給他掌聲。目前在今年夏天合同到期的球員身價榜方面，科納特的5000萬歐元領跑，第2名是26歲尤文图斯弗拉霍維奇，3500万歐元。據說弗拉霍維奇也可能會留在尤文图斯。第3名是31歲曼城的比席尔瓦。好，今天的歐联1/4決賽首回合，阿斯頓維拉客場3-1戰勝意甲波羅尼亞，諾丁漢森林1-1客場和波爾圖踢平，皇家貝蒂斯客場1-1和布拉加踢平，而弗賴堡主場3-0戰勝了塞爾塔。再加上今天的歐協聯1/4決賽首回合，佛羅倫薩客場0-3不敵水晶宮。這幾場比賽加在一起看，英超對意甲真是全方位的統治。尤其是維拉隊，他們現在的前鋒沃特金斯狀態正好，越來越多的專家都在呼籲，如果沃特金斯繼續能夠進球，那幾乎肯定图赫爾應該帶他去踢世界杯。而阿斯頓維拉今天已經收穫了歐聯的8連勝，也刷新了英格蘭球隊在歐聯賽事中的連勝紀錄，此前紀錄屬於切爾西。歐聯杯一直有一個昵稱叫埃梅里杯，埃梅里歐聯之王的球队維拉今年也是志在必得呀。好，插播一下，今天有個非常抽象的新聞，在中國青少年足球聯賽北京賽區 U10 組一場比賽，藍隊連續射入本方球門打了3個烏龍球進去，然後對方呢橙隊又連續射入本方球門，又打了2個烏龍球進去，這可都是一些出生於2016年僅僅10歲的孩子。中國真是從小就讓他們踢假球嗎？今天北京足協發布處罰決定，2個隊被取消參賽資格，他們的領隊和主教練都被禁止參加北京市的足球活動1年。說真的，老 K 覺得這處罰都輕了，這種所謂的足球教練就應該終身禁止參加足球活動，砸了他的飯碗。這種道德觀、這種人生觀和價值觀傳遞給孩子，這是一代毀一代嘛。那麼為什麼這2個隊都爭先恐後的踢烏龍球往自己門裡踢呢？估計是想輸球，拿個小組第2，避開某個很強的對手。所以老 K 說過呀，青訓千萬不能把小孩子比賽的勝負看得太重要。青訓唯一的目的是培養球星，不是贏比賽。各种唯赢球論、唯争胜論，千萬不應該出現在青訓階段。足球青訓最怕的就是2個字：功利，最怕的就是殺雞取卵呀。好，今天美國隊長普里西奇的前女友
亞歷克薩梅爾頓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動態，宣布兩個人已經分手。不僅如此，最關鍵的是前女友還說呀，普里西奇甚至在兩人分手之前就已經在使用一款約會軟件叫 Raya。不過有意思的是，前女友啊馬上又發了一條社媒進行澄清，表示普里西奇當時並沒有出軌。嘿嘿，男孩子女孩子的事情說不清楚，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好，前利物浦門將卡里烏斯，也就是那一場歐冠決賽黄油手的卡里烏斯，他的妻子迪丽塔萊奧塔更新了自己一組孕期網球主題的寫真。卡里烏斯雖然在足球場上非常失意，但是和老婆的感情很好。迪丽塔萊奧塔是意大利知名主持人，出演過多部影視劇，在23年8月已經為卡里烏斯生下了一個女兒。他們是在24年6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25年底再次宣布懷孕。事業儘管不太如意，但有了真愛，卡里烏斯真是讓人羨慕呀。那麼轉會市場方面，傳出皇馬正在認真評估，想要引進拜仁的奧里塞，可能会送上1.6億到1.65億歐元的報價。不過拜仁方面馬上表示，絕對不會賣奧里塞的，即使有創紀錄的報價，也不可能讓拜仁動心。是的，隨着一場场比賽的表現出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可老 K 對奧里塞極高的讚譽，甚至已經成為轉會市場上最熱的大熱門。其實比他更火的還有亞馬爾，可是亞馬爾巴塞羅那怎麼都不可能賣。那麼關於奧里塞，2024年他還屬於英超的水晶宮隊。2024年拜仁支付了5300萬歐元，將奧里塞帶到了拜仁慕尼黑。相比於皇馬後來6000萬歐元簽下的馬斯坦托諾，那麼奧里塞這一筆簽約堪稱簡陋。奧里塞雖然是法國球員，但自小在英格蘭長大，接受英格蘭的青訓。現在看起來，當年水晶宮拿的這5300萬歐元真的是虧大了。別說1.3億、1.5億，老 K 覺得2個億歐元都不夠。現在拜仁慕尼黑態度非常堅決，已經將他視作自己新的羅本，希望依靠他未來10年稱霸歐洲。奧里塞的父親是尼日利亞裔的英國人，母親是阿爾及利亞裔的法國人。他出生在倫敦郊區的白城，自小效力過阿森納、切爾西、曼城的青訓梯隊，但沒有任何一家給予奧里塞所需要的信任。奧里塞從小就是一名風格非常獨特的球員。他曾經表示，我很喜歡下國際象棋，而且經常下。下國際象棋需要規劃步伐，精準計算每個棋子該在什麼時候出現在什麼地方。而在球場上，我通常依靠直覺，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決定。那麼奧里塞的盘帶和假動作如此瀟灑是怎麼練出來的呢？他自己說呀，內馬爾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球員，我喜歡他的花式球技，所以內馬爾塑造了我的踢球風格，而我也會從很多球員身上去學習他們的優點，這是成為一個全面球員的唯一途徑。老 K 多說一句啊，拜仁慕尼黑還有一個撿大漏，就是穆夏拉，也是從英格蘭青訓挖過來的，只花了20萬歐元。好的，這段時間有一張哈蘭德和瑟洛特的合照開始在網絡流傳。之所以引起大家的興趣，是因為人高馬大的哈蘭德在合照裡竟然是小鳥依人、塊頭更小的一方。要知道哈蘭德的身高已經達到了1.95米，體重94公斤。可是瑟洛特呢，他的身高達到了1.96米，體重90公斤。之所以瑟洛特看上去更威猛，還是因為頭大。這兩個恐怖的炮彈頭球組合，挪威隊今年世界杯的鋒線真的太豪華了。大家再注意看這張照片裡，瑟洛特那雙腳，這腳是真大呀，大的有些誇張，就像個小船一樣。好，昨天拜仁慕尼黑在客場2-1擊敗了皇馬。賽後的統計數據顯示，本場比賽拜仁全隊的跑動距離竟然比皇馬多出了整整9公里。體能上如此巨大的差距，這也直接決定了比賽的走向。拜仁獲得了11次角球的機會，讓皇馬的後防線全場都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那麼出色的恢復能力和回撤接應，讓拜仁的球員們可以以充沛的体能兼顧2個禁區，而皇馬在拜仁的持續衝擊下就很難維持緊湊的防線陣型。所以雖然雙方好像各占50%的控球率，但這並沒有真實的體現拜仁的掌控力。拜仁全場成功斷球27次，這也體現出球隊在極佳狀態下的高度專注。所以皇馬幾乎在所有的體能數據上都被拜仁全面超越。這場比賽的輸球已經讓皇馬在今年夏天不得不正視自己的體能短板。況且皇馬已經近7場西甲都有丟球，他們上一次連續8場丟球可是在2019年。而且這場比賽拜仁全隊跑了110公里，恐怖嗎？對拜仁來說這不算什麼。上次打亞特蘭大他們跑了124公里。好的，感謝大家對老 K 做節目的支持，
非常感謝您每次都能把視頻看完，也歡迎您訂閱。謝謝您的點讚、評論、回復和熱推，咱們明天再見。